大家好，欢迎来到黎春正。最近，围绕王一博的一则传闻，突然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这则传闻的内容非常夸张，也非常抓人眼球。有人说，王一博疑似在瑞士购置豪宅；有人说，他的感情生活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还有人把所谓海外别墅神秘女友豪门背景秘密订婚等关键词全部放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故事感。但越是这种听起来轰动的消息，越需要我们冷静来看，因为在娱乐圈里，真正能够被确认的事实往往没有那么快，而未经证实的传闻却总能在最短时间内点燃情绪。尤其是当主角是王一博这样的顶流艺人时，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成全网热议的大事件，这一次也不例外。从相关话题出现开始，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求证，而是震惊。有人惊讶于传闻中的金额，有人好奇所谓女方身份，也有人开始重新讨论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从舞台少年到演员、赛车手、青年偶像，再到如今拥有强大商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似乎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只被贴上会跳舞标签的年轻人。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传闻本身有多夸张，而是为什么关于王一博的每一次感情猜测都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原因很简单，王一博太低调了，他很少主动分享私人生活，很少用感情话题制造热度，也很少在镜头前表达过多情绪。很多明星会通过日常、恋爱、互动、社交动态拉近和观众的距离，但王一博恰恰相反，他更像是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分得非常清楚的人。舞台上，他可以燃到极致；作品里，他可以把角色完成到位；赛道上，他可以专注到忘我。但离开工作场景之后，他又迅速回到沉默、克制、安静的状态。也正因为这种距离感，才让外界对他的私人生活产生了更强烈的好奇。有人觉得，一个如此年轻、优秀、事业稳定的艺人，不可能没有感情故事。也有人觉得，他这些年越是低调，越说明他把真正重要的人保护得很好。于是，每当网络上出现一点所谓蛛丝马迹，网友就会自动补全后面的剧情。这也是顶流艺人最矛盾的地方，他们拥有巨大的关注度，却很难拥有完整的私人空间。他们的一张照片、一个行程、一次海外露面，甚至一个没有回应的沉默，都可能被解读出无数版本。有人希望看到浪漫故事，有人希望看到豪门联姻，有人希望看到偶像终于找到幸福，也有人只是单纯想吃瓜，看一场流量狂欢。可是，越热闹的传闻，越容易遮住一个更真实的问题：王一博真正被大众持续关注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不是所谓豪宅，也不是所谓女友身份，更不是那些难以验证的金额和细节。真正让他走到今天的，是他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事业基础。王一博的成长路线其实并不轻松，早期的他曾被很多人低估。有人说他不爱说话，有人说他表达不够外放，也有人把他简单归类成流量艺人。但这些年过去后，很多人才发现，他并不是靠短暂话题撑起来的人，而是靠一次又一次的作品、舞台、专业表现，把自己的位置慢慢站稳。他在舞台上有辨识度，在影视作品里不断突破，在赛车、街舞等领域也展现出极强的专注力。
一个艺人最难得的地方，不是突然爆红，而是在爆红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走。王一博恰恰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解释自己上，而是把时间交给行动。所以，当所谓瑞士豪宅秘密订婚这类传闻出现时，很多人之所以愿意相信某些浪漫化叙事，并不是因为证据足够充分，而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觉得，以王一博现在的能力和地位，他拥有更高级的人生选择，并不奇怪。但这并不代表传闻就等于事实，在没有当事人或官方可靠信息确认之前，任何细节都只能被称为网络传闻，包括所谓购买海外房产、所谓订婚协议、所谓女方家庭背景、所谓双方父母态度。这些内容无论听起来多么完整，多么像故事，都不能直接当成已经发生的现实。不过，从传播角度看，这类内容为什么会爆？因为它满足了大众对顶流人生的3重想象。第一，是财富想象。当一个艺人从普通少年成长为顶级明星，外界很自然会好奇他的收入、资产和生活方式。豪宅、海外房产、私人庄园、湖景别墅，这些关键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们不一定代表真实，却很容易刺激观众的想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内容，会本能地想知道，一个顶流明星的生活到底可以离普通人多远。第二，是爱情想象。王一博的感情状态一直很少公开，所以越神秘，越容易被编织成故事。有人喜欢多年守护的剧情，有人喜欢低调相爱的设定，也有人喜欢顶流与豪门千金的强反差组合。这些元素放在一起，本身就像一部娱乐圈小说，自然容易被转发和讨论。第三，是逆袭想象。从曾经被质疑到如今被认可，王一博身上本来就有很强的成长叙事。很多网友愿意把他的事业成功和人生圆满联系在一起，仿佛事业登顶之后，感情也应该迎来一个完美答案。于是传闻中的豪宅、订婚、海外生活就被包装成一种人生大结局式的爽感。可现实往往没有那么戏剧化。王一博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也许恰恰不是这些外界强行加上的华丽标签，而是他一直以来的克制。他很少把自己放进喧嚣里，也很少回应无关工作的猜测。他似乎很清楚，公众人物最重要的不是满足所有人的窥探欲，而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持续交出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哪怕面对各种离谱传闻，很多粉丝的态度依然很明确，关注作品，尊重私人生活。因为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感情是否公开，本来就是个人选择。结不结婚，和谁交往，在哪里生活，只要没有触及道德和法律问题，本质上都不应该成为被全网审判的对象。观众可以好奇，但好奇不等于可以无限放大未经证实的内容。粉丝可以关心，但关心也不等于要替他安排人生。王一博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他越来越稳。这种稳，不是外界想象中的高调炫耀，而是一种沉下来的力量。他不再需要通过频繁解释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靠制造私人话题维持热度。舞台、电影、品牌、公益、文化活动，每一条线都在证明，它的价值并不是建立在八卦上的。所以这一次传闻真正值得我们看的，并不是他到底有没有在瑞士买房，也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秘密订婚，
而是为什么一个沉默的人总会被外界用最热闹的方式想象？也许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越不说，外界越想替他说；他越低调，故事就越容易被加工；他越专注事业，别人越想在他的私人生活里找到戏剧冲突。但王一博本人大概率还是那个王一博，无论外界如何讨论，他依然会把更多时间放在工作上。对于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或许从来不是热搜上的几小时沸腾，而是一个角色能不能立住，一场舞台能不能完成，一个作品能不能被观众记住，这才是他能够一路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随着讨论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网友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另一个问题上：如果这些传闻只是普通的娱乐八卦，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持续霸占热搜？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因为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话题价值的人。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每一次海外行程，每一次品牌活动，都会吸引无数镜头。很多时候，一张照片，一段几十秒的视频，甚至只是一个航班信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而这一次，传闻中提到的地点恰好是瑞士。对于很多人来说，瑞士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滤镜，那里有雪山、湖泊、古老的小镇，也有全球知名的金融体系和高端住宅市场。因此，当瑞士豪宅、顶流明星几个关键词同时出现时，故事的戏剧性瞬间被拉满。有人开始翻看王一博过去几年是否去过欧洲，有人研究他的公开行程，还有人不断寻找各种所谓知情人士的爆料，希望从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不同账号给出的版本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相同。有人说房产位于湖边，有人说是在山区，有人说价值数千万，还有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数字，甚至关于所谓女方身份也出现了多个版本。有人说她长期定居欧洲，有人说她拥有金融背景，还有人说双方早已认识多年，只是一直保持低调。版本越来越多，讨论越来越热闹，却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说法。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情：网络传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真相越来越清晰，而是因为故事越来越丰富。每增加一个细节，就会有更多网友参与讨论；每出现一个新的版本，又会衍生出更多猜测。于是，一个原本无法确认的信息，在不断传播过程中被包装得越来越完整，甚至让不少第一次看到的人误以为已经有了确凿证据。事实上，这也是如今互联网最常见的传播模式。很多内容并不是一次性形成，而是在不断转载、加工、二次创作之后，逐渐拥有了故事感。真正推动传播的，并不是证据，而是情绪。而情绪往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与此同时，也有另一部分网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其关注这些未经证实的私人消息，不如把目光放回王一博这些年的事业发展。因为相比各种猜测，他真正公开展示出来的内容其实一直没有改变。拍戏的时候认真拍戏，练舞的时候认真练舞，参加比赛的时候认真比赛，每一次公开活动都尽可能把专业的一面呈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很多品牌依旧愿意和他合作，很多导演依旧愿意邀请他出演作品。市场最终认可的依然是专业能力。事实上，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从来不是单靠流量决定的，
真正能够长期合作的品牌，更看重的是公众形象、职业态度以及市场稳定性。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条网络传闻就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改变。当然，也有人提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未来某一天，王一博真的公开恋情，大家会是什么反应？有人说会送上祝福，有人说会尊重他的选择，还有人坦言，虽然会有一点失落，但依然希望他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样的声音其实越来越多，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粉丝开始意识到，偶像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未来规划。事业成功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私人生活，相反，一个成熟的公众人物更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而真正支持他的观众也应该给予这种空间足够的尊重。回过头来看，这场持续发酵的话题更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只是关于王一博的讨论，更是整个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有人相信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有人坚持等待更多信息，有人忙着表达观点，也有人始终保持冷静。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而王一博本人却依旧保持着一贯的节奏，没有高调回应，没有频繁解释，依然按照自己的工作安排，一步一步完成手里的项目。这种态度或许正是很多人欣赏他的原因，因为真正成熟的人往往不会把所有时间花在回应外界声音上，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对于艺人来说，作品就是最好的回应；对于观众来说，时间也是最好的答案。无论一条消息最终是真是假，当热度过去之后，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以及一个艺人长期积累下来的口碑。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忆王一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依然不会是一则网络传闻，而是某一个经典角色，某一场令人难忘的舞台，或者他一路成长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坚持与专注。而这或许才是一位公众人物最珍贵的价值。故事发展到这里，也许很多人最关心的已经不是那套所谓的瑞士别墅究竟是否存在，也不是网络上不断出现的各种版本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为什么每一次关于顶流艺人的私人生活传闻都会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围观的舆论狂欢？或许这就是流量时代最大的特点。当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有人关注作品，有人关注商业价值，有人关注时尚资源，也有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私人生活上。于是，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经过不断转载、剪辑和解读之后，很容易演变成一个看似完整的故事。对于普通网友来说，这或许只是几分钟的娱乐消遣，可对于身处聚光灯下的艺人来说，每一次传闻都意味着新的压力。他们需要面对外界不断放大的猜测，需要承受各种版本的讨论，甚至需要看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被不断安放到自己的生活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王一博身上，很多知名艺人都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事业越成功，关注越高，曝光越多，猜测也越多。有人因为一张照片被传恋爱，有人因为一次旅行被传结婚，还有人因为一句采访就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互联网让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快，
但与此同时，也让各种猜测拥有了更快扩散的速度。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甚至还没有得到回应，就已经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版本。有人相信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有人坚持等待更多消息，还有人不断加入新的猜测，让故事越来越复杂。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越来越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网络上的每一条信息都值得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判断。不要因为一个标题就轻易下结论，也不要因为一句爆料就否定一个人多年积累下来的努力。对于王一博而言，这些年的成长其实一直都有目共睹。从最初站上舞台，到后来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作品，他一直在尝试突破自己。有人喜欢他的舞台，有人欣赏他的表演，也有人被他专注、克制的性格所吸引。这些才是真正陪伴他一路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至于未来，他会在哪里生活？会不会公开恋情？会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那都是属于他个人的人生选择。作为公众人物，他愿意分享，我们可以送上祝福。如果他选择保持低调，我们也应该给予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而真正成熟的关注，不只是关注一个人的生活，更应该关注他的作品和成长。毕竟，真正能够留在观众记忆里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络话题，而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场精彩的舞台，以及多年如一日坚持专业的态度。也许再过几年，当人们再次谈起王一博时，更多人记住的依然会是那些角色，那些舞台，那些努力拼搏的瞬间，而不是曾经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猜测。